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玉骨遥被视为赵丽颖替代品，任敏发文说压力太大。肖战、任敏的玉骨遥竟然被网友视为赵丽颖《花千骨》的续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网友之所以发出如此的感慨，还得从玉骨遥的预告片说起。因为是顶级明星肖战主演，再加上这是继《陈情令》之后他第一次出演古装，一身金色刺绣白衣，手持书卷，眉藏山海，目若星河的肖战看起来就是孤高清冷的石影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从官宣肖战出演开始，无论是开机还是制作，这部剧就一直冲上热搜榜单。只可惜因为任敏无法投入哭戏，耽误了剧组的拍摄进度。为此，女主任敏还特意发文说自己的压力很大。尤其是剧组发出肖战拍摄花絮之后，网友的热情更是冲上了顶峰。然而慢慢的，网友就发现了不对劲。首先从预告中可以看出肖战和任敏是师徒关系，然而这里面肖战被吊到空中受伤的片段，却格外的像当年《花千骨》里面赵丽颖受销魂定的情景。然而仔细看下去才发现，原来他们相像的不只有这一个片段，还有很多不可言说的情节和台词。比如肖战饰演的石影收了朱颜未图之后，两人就相爱了，这是不是就是《花千骨》里面赵丽颖、霍建华的相爱过程？当然这是很多师徒恋的情节，但接下来的话可就不是了。石影说他18岁前足不出谷，更不能见任何世俗的女子，一旦见到了就必须要杀掉。这个预言也格外像白子画的预言，然而这话好像就是用来打脸的。任敏饰演的朱颜见到了石影，却不仅没有被他杀掉，反而收为了徒弟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任敏饰演的徒弟朱颜杀掉了师父石影，正如《花千骨》里面小骨也杀掉了白子画，唯一不同的是小骨最后又复活了白子画，而朱颜会不会复活石影，只能够等时间来见证了。可事实上这些都是表象，朱颜石影和小骨白子画一点都不像。别再说肖战任敏的玉骨遥是赵丽颖、霍建华的翻拍啦，这无论对谁都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两部剧真的不一样，首先人设上他们就不一样。石影是落难的王子，母亲皇后死于一场宫斗，虽然他从小远离皇宫，在神庙要修行，可皇宫的人却一直不肯放过他，可以说是既美又强又惨。朱颜则是被宠大的郡主，嚣张跋扈，冲动莽撞。其次剧情也大不相同，石影对朱颜是一见钟情，所以即便知道预言也没有杀掉女主朱颜，反而是收她为徒。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朱颜故意，他隐瞒了自己喜欢男二纸鸢的事实，告诉石影自己喜欢他。本以为是双向奔赴的石影，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是对方口中的玩笑。随后经历一些事情之后，石影杀掉了纸鸢，朱颜自然和他反目成仇，最终杀掉了石影。但此时的朱颜才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石影，于是又将他复活了。只可惜纸鸢是鲛人，无法被复活，但即便如此，两人也解除了误会，和好如初，最终干掉了大 boss。这样听起来故事是不是不复杂了？但该说不说，朱颜并不是很讨喜，刁蛮任性就不说了，还在男主和男二之间徘徊。尤其是亲手杀掉石影的时候，真的是有够狗血的。原著里说他没有想到他居然没有躲开，但在复活石影时又说愿意一半的寿命救男主，一半寿命救男二。有没有女性同胞出来解释一下他到底喜欢谁？但这些都是原著，相信改拍成电视剧会有所变动。不知道任敏和肖战的组合你们期待吗？但该说不说，仅从爱情观来看，玉骨遥的确没有《花千骨》让人印象深刻，因为他对师傅真的是爱到了极致。即便是一场虐恋，白子画和《花千骨》每一部爱恋与纠结都刻画得十分自然，尤其是小骨对师傅白子画的质问更是让人泪流满面。现在才发现赵丽颖白子画的《花千骨》才是真正的全员 BE， 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，比全员 BE 更惨的是赵丽颖的处境。
当年因为赵丽颖的经纪人瞒着她，不仅推掉了花千骨的邀约，还大放厥词：“你这么低的片酬，我们丽颖可看不上。”庆幸的是，花千骨导演和制片人不肯服输，托人将剧本送到了赵丽颖手中，她这才知道经纪人在外竟然是这副嘴脸。看过剧本的赵丽颖也很感兴趣，甚至还为此写了很多资料，随后不带经纪人和助理直接前往了剧组。结果也如大家所料，赵丽颖和剧组签了合约，拍完之后就赶紧和经纪人解约。事实上，赵丽颖之所以和他解约，还是因为他之前的操作让人心寒。可前经纪人郝茹却很是不服气，不仅在网上说他没良心，还一直爆他的黑料。当时有一个赵丽颖的黑粉给他私信，吐槽赵丽颖平常生活很作也不念旧情。或许这些话戳中了郝茹的某些心思，从来不理会这些的郝茹，竟然破天荒地和这位黑粉聊了起来，直接说赵丽颖膨胀。另外还说了一些赵丽颖在成名前做了一些下等活计，要不是赵丽颖哭着求着他，看他可怜，他才不会理赵丽颖啦。经纪人说的话仿佛给赵丽颖盖上了官方认证，网友纷纷表示支持，甚至有的网友还追加了3条罪状：一是赵丽颖被误认为杨幂而生气；2是在综艺里面欺负李晟；3就是在节目里面给袁姗姗难堪。赵丽颖的形象顿时一落千丈，网友这才明白了郝茹的目的，可郝茹却站出来澄清两人并没有不和，可她却将个人的账号改名成了真亦假来假亦真99，也不知道是在内涵谁。但庆幸的是赵丽颖都熬过去了，所以身在苦难之中的朋友们，加油，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再坚持。